耳机里刚好循环到他的那首《花开忘忧》。不知不觉，咱们这个关于周深的深度内容系列，竟然已经陪伴大家走过整整1个月了。这30天里，我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又奇妙的旅程。我们一起拿着放大镜，去拆解过他那些常常被大众低估的隐性唱功，去深挖过他那种通透又治愈的三观。我们一起盘点过他藏在各种综艺细节里的教养，也见证过他逆风破圈时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实力。当然，我们也一起反思过现在有些乌烟瘴气的饭圈乱象，试着去读懂他那种温柔自愈的人生格局。到了这里，我突然不想再去聊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惊艳舞台了，也不想再去死磕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唱功，更不想去纠结网络上那些无谓的舆论争议。今天，我只想泡杯茶，或者倒杯温水，静下心来，和所有认真看完这个系列的朋友，像老朋友一样好好聊聊。聊一个最温柔，但也最值得我们每个人在深夜里深思的问题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到底什么样的偶像才是我们普通人最值得去奔赴，最能带来长久治愈的顶级偶像？现在提起偶像这2个字，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，可能是团队精心包装出来的完美人设，是那种毫无瑕疵，永远光鲜亮丽却遥不可及的橱窗模特，又或者是靠庞大的流量堆砌，靠铺天盖地的营销造势硬生生砸出来的虚假光环。但你看周深，他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其实拨开那些耀眼的光环，周深骨子里也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。他没有什么通天的背景，也没有一开始就拿到爽文男主的剧本。回想他刚出道那会儿，在乌克兰学医的迷茫，转学音乐的孤注一掷，还有早期在网上唱歌时，因为独特的嗓音被各种难听的恶评围攻。他熬过那种无人问津，连呼吸都觉得多余的漫长低谷，他扛过全网非议，甚至被恶意嘲笑的至暗时刻。他历经了世事的沧桑，看遍了名利场的浮华。按常理说，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委屈和冷眼，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，或者变得圆滑世故，甚至长出厚厚的铠甲来保护自己。但他没有。他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始终没有被世俗磨平骨子里的那份温柔，也没有被生活递过来的戾气改变自己的本心。他就像一块被岁月和溪流反复冲刷的石头，去掉了个人的棱角，却保留了最温润、最纯粹的质地。身处在这个喧嚣浮躁，人人都在争名逐利的内娱名利场里，他就像是一个安静的异类。他守住了最纯粹的初心，不炒作博眼球，不跟风去内卷，不卖惨博同情，更不让自己陷入无意义的精神内耗。他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音乐，本本分分的做人做事。他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，去奔赴他年少时的那份热爱，也带着每一个追随他的人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慢慢成为了更温柔、更优秀的自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这个圈子太讲究效率了，什么都要快，快红，快变现。但周深偏偏喜欢下笨功夫。他用10几年默默深耕的时光，用那些无人知晓，甚至带着点苦涩的低谷岁月，向我们实实在在的诠释了，到底什么叫坚持，什么叫热爱，什么叫永不言弃。他不是那种靠着一首歌吃一辈子的歌手，他是在用命唱歌。你去看他的现场，上千场零失误、零翻车的全开麦舞台。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背后，是多少个日夜的嗓子保养，是多少次在排练室里的死磕。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可能在练声；当别人在应酬的时候，他可能在抠细节。他用这些舞台告诉所有的从业者，也告诉所有的观众，什么叫对专业的敬畏，什么叫对初心的坚守。在这个假唱、半开麦都能被洗白的时代，他这种近乎执拗的真，显得尤为珍贵。他让我们相信，只要你对舞台有敬畏之心，观众是一定能感受到的，而且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辛苦挂在嘴边，他不卖惨，不内耗。很多人觉得他一路走来得天独厚，但其实他背后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。只是他习惯了把苦涩咽下去，把最甜美、最治愈的声音留给舞台。这种踏实和专注，在当下真的太难得了。当然，人红是非多，走得越高，面对的恶意和争议就越多。但周深面对这些时的态度，真的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。他没有选择在网络上和别人互撕，也没有选择默默忍受直到自己崩溃。他教给我们的是，温柔要有底线，善良要带点锋芒。遇到原则问题，他选择合法维权，干脆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。但在维权之外，他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最大的善意。他遇事从容通透，处事体面有格局，不纠缠，不内耗。更让我觉得温暖的是他对粉丝的态度。这么多年如一日，他总是在各种场合反复叮嘱粉丝要理智追星，要好好生活。
他持续引导大家远离饭圈的那些戾气和纷争，拒绝盲目的数据内耗。他就像大家长一样，苦口婆心地劝我们，追星只是为了开心，不要为了追逐别人而弄丢了自己。在这个常常因为追星而搞得乌烟瘴气的圈子里，他的一番话让无数在饭圈里迷失过、疲惫过的人找回了追星最纯粹、最快乐的意义。其实，静下心来想想，追星最珍贵、最治愈的状态，从来都不是那种无脑的追捧和盲从，不是每天在网络上无休止的控评、护主，更不是为了追逐一个遥不可及的人，而把自己现实里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真正的追星，应该是一场双向的奔赴，一场共同的成长。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吧，当你加班到深夜，疲惫地挤在空荡荡的地铁里，戴上耳机，听到他温柔的声音，那一刻，心里的烦躁突然就被抚平了。当你在生活里遇到挫折，觉得熬不下去的时候，想想他当年是怎么熬过那些低谷的，就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你在某个下雨的周末，看着他的综艺大笑出声，那种简单的快乐，就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慰藉。我们隔着屏幕，看着他一步步从泥泞中走出来，看着他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。我们看见了他的坚韧与温柔，然后学着他的清醒与自律。当我们陷入精神内耗，觉得生活疲惫不堪的时候，就能借他的光，治愈自己的迷茫。这才是偶像存在的真正意义啊！它就像是一束光，照亮了我们心里某个隐秘的角落，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普通人也可以凭借热爱和坚持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们在追他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追逐那个理想中的自己。以声为光，去聆听那种治愈人心的力量；以善为底，去坚守那份纯粹温热的本心。追光而行，向阳而生，只要我们心里有光，终会与世间所有的温柔不期而遇。好了，不知不觉啰嗦了这么多，其实千言万语就是想在这个系列的最后，给大家一个温暖的拥抱。这一个月的陪伴，感谢有你们。当褪去所有热度与光环，回归到我们各自真实的生活中，关于周深，关于追星，关于我们自己，你最大的感触和收获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像朋友一样和我聊聊你的心里话。我在这里等你的故事。